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啊。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啊？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啊，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啊，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啊，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啊，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啊，80%啊，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啊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啊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啊，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啊抢那5%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啊，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啊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啊，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啊？可是啊，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啊，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啊会跟我们说啊，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啊，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啊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哦，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啊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啊、怀孕史，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他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啊他还问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我当时听了这话啊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啊道德很沦丧啊，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啊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十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啊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啊居然点赞几十万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
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啊，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啊？那些30-40岁的女人啊，也跟着起哄啊，懊悔啊，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啊，毁三观。这满屏啊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啊，这些丑恶的灵魂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啊，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了。这些丑恶的嘴脸啊，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啊，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啊，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的这些渣男啊，跟这些渣女啊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捞二货的人啊，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啊、攻心计啊，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啊，几十万的点赞啊，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啊，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你们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啊，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啊，男生啊，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1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啊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啊，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见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哎，就想那事儿，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儿，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哎，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啊，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现在啊，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和那些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的区别啊，真的大了去了。被毒鸡汤毒傻的女人，她说啊，你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一定要看他给你花多少钱，花的越多，说明他越爱你。不舍得给你花钱又抠门的，那一定是不爱你的人。女人给男人生孩子，那就是对男人最大的奉献，所以他对我们好，那是应该的，他就应该付出代价的，那是他欠我的。要不他自己生一个给我看看。他们还说啊，那些只图感情不图钱的女人呢，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女人。最后呢，都会输得很惨很惨。倒贴的女人那不用提了，那真的是蠢到家了。一个男人连家都撑不起，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吗？如果我又有钱，我又有貌，我还有子宫，为什么我非得结婚？要不我要个男人干嘛？给我添堵是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三观很正的女人，她们怎么说的啊？她们说啊，我又不是什么商品，我的感情不需要用金钱来换取。男人给我花的钱再多，也不一定代表他爱我。真正爱我的男人是会给我一个家，用一辈子来守护我的人。我不认为生孩子就是给男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孩子
那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我们都很爱他，是我们共同生命的延续，也是我们爱的见证。他们也不会认为那种图钱的女生是傻瓜，反而这些女人才是聪明的，因为婚姻它一定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财富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努力的，这样的婚姻才会稳固，才会幸福。在婚姻关系当中啊，一个女人要是没有钱，大部分的男人啊都愿意养她，而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了，那些物质女啊就马上想远离他了。而一个真正的伴侣，一个妻子却会不离不弃，他会说没事老公，我养你。当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有很多傻女人又会回来找男人，还能要他吗？傻女人呐，天天都在喷男人啊，男性欠我们整个世界啊，一边呢又要公平，一边又要求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真正聪明独立的女性啊，她们是把男人当朋友的，当人生的伴侣的，当一生的盟友的，是共同进步的良师益友。你们觉得到底哪种女生更值得被爱，更值得被选择呢？她们到底谁傻谁更聪明呢？评论区咱们聊一聊好吗？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啊，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她说啊，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啊，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啊，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啊，行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她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最近我这来了一位35岁的女士跟我呢吐槽她最近相亲的一些经历。
她觉得呢，现在遇到的很多男的呀，都挺奇葩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啊，她已经见了不下20个男人了，但是她发现这些男人呢，都怪怪的。比如说啊，请她吃饭吧，还要跟她 AA， 逛个商场吧，什么都不会买的啊，也不表示一下诚意，搞一副穷酸样出来，也不知道给谁看的呀。甚至啊，他们连饭都不会请她吃，直接一瓶矿泉水，找个地方一坐啊，好点的呢，请她喝个奶茶，逛个公园啥的啊，或者呢，喝口咖啡。约会吧啊，没有一个会开车去接她的，还别说送她回家了，真的实在太抠门了。还有一个男士啊，直接就问她哦，你有没有打过胎啊？跟前任同居了多久呢？这种人啊，简直情商不要太低了啊！他介意我跟前任同居过，难道他就没有跟他的前任同居过吗？不要太双标了好不好？还有一位说，结婚的话，希望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开销全部都 AA 制。那我就反问他，那生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哺乳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都 AA 吧？你说是不是好笑啊？还有一位啊，问我结婚要多少彩礼，那我就照实说呗。我说我们家就从简了啊，6万就行了，图个吉利。结果人家好嘛说，你们女人可真物质。我就没有搞懂哈，我是跟他要豪车了还是要豪宅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谈到钱就变成物质了。我就说，那不要彩礼也可以啊，我有房子啊，你可以不用买啊，我呢也有车，你可以不用置办，来我们家住就可以了。婚后呢，如果有了孩子呢，我的房子还可以写你的名字。结果啊，这位立马就说那可以啊，可是啊，我却加了一条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后的孩子得跟我姓。他说那哪行啊，我堂堂7尺男儿，孩子跟你姓，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你看啊，男人其实也很现实，不知道为什么啊，过了30岁以后，相亲男人的条件是一个不如一个了。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呢，不是有这毛病就是有那问题，还挑得不得了。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认认真真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他一束花，他自己啊还感动得不得了。最后啊，他还感叹了一句啊，想想还是以前的男人格局大啊。和他相亲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会请他吃美味佳肴，还会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他们还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家的。于是我说，那以前那些男的对你那么好，也没见你成啊。我觉得呀，你是被以前那些人啊给宠坏了。想一想，你20多岁的时候，经常都有男人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对吧？可是呢，最终你不还是对人家说 no 嘛？而且啊，相亲期间所有的费用啊，基本上都是男人在承担。其实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你不是也不同意人家交往吗？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些抠门的男人格局小，但是那些格局大的男的，你不也拒绝了吗？说白了，如果你的格局大，你怎么不请他们吃顿饭呢？你们说对不对？